摆在面前，就是在3组这样一个如此高压的组别当中，目前狼队的开局不利的情况底下，他们需要有更多的积分去打，所以今天这场比赛，相信狼队也会全力以赴。没错。那第一小局的话，蓝色方是深圳 DYG， 红色方是重庆狼队。这两支队伍依旧是围绕着游走为主做 VP， 但SK 这边没有搬盾山鲁伯纳什啊。对面在搬了钟馗情况之下，肯定是你放哪个我拿哪个。没错。狼队感觉想要双放。DYG 是又搬了一个苏烈，搬苏烈的话要抢盾山啊，狼队给了，钟馗也没了，武则天也没了，感觉盾山这手会非常的好。但是外边有关羽，有白起，这是狼队比较擅长的，就是他对抗路拿这两个英雄可以去打。没错。游走位的话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效仿前面我们看到过的一场比赛，用墨子去打，其实对线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。就看狼队的选择了墨子加戈亚的一套，或者是刚刚说到的留关羽的一个位置。小乔，高位小乔，敖影还是接了。向世间破地横寒，一剑中。这个组合其实狼队之前配钟馗比较厉害的3手啊，钟馗、敖影加上小乔各种小技能的 combo， 但是这把钟馗上班了。DYG 则是盾山加艾琳，比较常规了。中路的选择没有武则天，选择了沈梦溪。补了一手强盾，因为武则天被对面 ban 掉了嘛。那狼队现在中路就是狼队现在3个位置呢，就是关羽和白起中选一个，选择了关羽。那这把往往大概率是一个弹野了，因为对抗路已经拿了一个站边带线的，需要一个正面能够支撑前排质量、对抗强度的英雄。狼队先搬了圆坦。DYG 得搬下哪吒，对。狼队搬圆坦也是为关羽搬的。DYG 则是为自己家的射手去搬掉了哪吒。如果同理打野的话，感觉这把云鹰也可以再处理一下。云鹰这个英雄打到盾山的体系，包括和小乔在衔接一段小的控制都是比较不错的。包括赵云，赵云也感觉狼队4楼赵云、云鹰这种英雄都可以选。如果他想要留到康特位的话，那就先出辅助。不过他前3楼都没有出辅助，可以留到最后再考虑信的英雄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出乎意料的英雄。留了康特位，狼队看最后手曹操要不要搬一下呢？曹操不太怕，这个阵容不太怕，尤其关羽对线也不怕曹操。小乐的英雄池还是有一些非常规的，是的，待会儿可以期待一下。狼队自己把云鹰给搬掉了。因为云鹰是一个打拆火比较厉害的打野英雄，适合保射手打。而狼队整体他的阵容构建是一个偏突进、偏切 C 的阵容。他把云鹰搬了，他4楼讲道理有机会拿赵云。原来就搬了一手赵怀真，防止赵怀真和小乔可以再去做一个配合。那这就比较考验信了，就信他的英雄池里面有什么英雄可以跟小乔比较好接 combo。狼队拿了个大前排，拿了一手大思念，还在想，锁了，还是把游走留到了最后，并没有选择赵云。那赵云的话 ，DYG 那克罗加达摩很熟悉啊。如果是真的是加上达摩的话，但这种纳克露露就已经非常熟悉了。哎呦，春季赛 DYG 属于 DYG 的一个经典组合。对，这个真的是属于他们的独立上野组合了。因为首先达摩是小乐玩的非常多的，在今年是11战73%的胜率，小轩的纳克露露呢是10战6胜，而且他们此前是一起搭配出的场次也是比较多的。这套组合他们非常熟练，非常擅长。那就看信这里的最后的游走，拿一个什么打先手，能够跟小乔去接 combo。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墨子，但是信平时玩的比较少。东皇还是墨子还是墨子。信的墨子也是在挑贝的角色当中给我们贡献了一波高光名场面。没错没错，一个大招控了1闪，接大招控了好多。然后包括这样拿完了以后，狼队注重的是下半图的对线强度，在2对抗上面的话呢，依旧想要保有一定的优势。然后在打野的发育周期上面，大司命能做事情的时间要比纳克鲁早一些。但大司命发育速度跟纳克露露很难拉开差距。
这把狼队必须要靠着自己游走位跟中单这2个位置去接 combo， 配合上大司命在前置伤害上打到对面的状态，想办法去蚕食一些纳克路的小野。但小轩他其实个人对于野区的刷新非常的敏感。对，他在春季赛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处于我们那个官网上有一个数据，就是反野，打野的反野数量，他一直都位居前列的，所以他对于野区的规划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这点两边的打野非常有趣啊，因为在春季赛数据看来，小轩的场均入侵率在打野第1，婉婉的场均入侵率在打野的第2。但是婉婉这边的话，分均经济更高一点，他分均经济也在打野的第2位。所以这把的话，首先是两边打野的一个发育速度上面，还有就是在前期下半图的2对线上面看一下打的效果。因为两边的中轴这把都是属于有一定能够抢线能力的中轴，区别在如果说大司命来中路帮忙一起抢这波线的话，那小乔可以先动；如果是常规的对抗底下的话，那两边的中轴速率差不多。特别是第一波线，第一波中线，如果大司命帮小乔的话，那墨子就可以直接去跟着all in，在下路去对盾山跟艾琳形成一个消耗。是的，因为我们今天刚看到过一把是墨子配戈亚，一上来打盾山艾琳的话，就直接把盾山艾琳，甚至有一个人的闪现直接逼出来，导致了下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劣势，那个劣势很难被弥补上来，所以这个开局，如果 DYG 看到了的话，应该会提前做一些布置，去规避掉前期对面的对线强度。要看一下狼队的1级线的布置究竟是如何了。然后 DYG 的话呢，在他们来到夏季赛的第一把，又拿出了可以说是今年独属于他们的一种吃分的阵容。就看一下他们对抗到重庆狼队，这也是他们今年的第4次交手了，效果究竟会如何呢？毕竟目前在3组的话呢，所有队伍的竞争力都是比较强力的。对于狼队来说的话，一场的失利我觉得不代表什么，因为在春季赛当时失利之后，他们也很快迎来了当时赛季的9连胜，所以这个队伍的调整状态很快。然后今天又打到了深圳 DYG， 看一下能不能够去调节一下自己在中后期的中级比赛能力。而深圳 DYG 又碰到他们自己的老对手了，看一下能不能迎来自己赛季的开门红呢？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小局，蓝色方深圳 DYG， 红色方重庆狼队。我是解说一雪，我是解说潇洒。婉婉这个站位是想反山河的，轻轻的关羽已经看到了纳克罗是蓝开，让他大胆的去反山豪就行。没错，给到了信息。然后下路的话也是同样的一个2-2的对抗，2对抗，但看血量上DYG 两人是一开始占优势的。但由于我们说到，如果大司命是一个帮中开的话，小乔可以先动，这刀吹起来，哇，举了一下，还好没死，空血。其实举不举都不会死了，如果要死的话早已经死了，就是差1次血，就是差一下。这波也没有吃到塔下的检查，墨子2闪这么远，第一滴血拿的好自信啊，这应该没有视野才对吧？哇，这个太自信了！他2闪是越过了沈梦溪跟盾山，打到了后边残血的艾琳啊。对，这就是信，自信的信。这开局一下子就把下半图的这个平衡给打破了，真的是灵性啊！没错。经济领先，这样的开局的话，打野首先他现在可以刷得很舒服，同时的话下半图的优势狼队现在也能够拿到。下路很快就传来捷报了。其实前面小乔能打到艾琳，也是因为墨子有一炮铺垫了一下，然后子焕是极限的距离交出了2-1，伤害打满。又是一锤，子焕的小乔也是一个他们这个赛季胜率很高的英雄。我感觉子焕小乔已经把他小乔这个英雄啊，子焕已经把他打成招牌英雄了。他今年要知道，他今年小乔用了27次小乔，他有80%左右的胜率，很夸张。对，这个在赛场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夸张的数据了。又要接一套，这套有机会秒吗？秒了！那露露也没了。这不亚于什么钟馗加安琪拉、钟馗加小乔那种感觉啊！就是类似的情况，都是小技能 combo 打得很准。这接完之后，紧接着蓝区就被婉婉的大司命给反了，纳克露露的发育会受到干扰。这才2分40秒的一个时间啊，经济差已经拉开了快1500了。
真的，你不得不承认，这狼队他们在前期的一些布置，包括两之间接 combo， 他们最擅长这种打 combo 的阵容了。对的，打技能的精度，这也是给 DYG 在前期的发育带来了巨大的难题，怎么去规避、去化解？因为对面的开团成本其实很低，都是远程技能。没错。加上现在大司命有了对面野区的一个流向和刷野的时间，下一波蓝区还是可以同样进的。现在 DYG 开始有点压力了。回顾一下第一波，先是这一炮，极限炮，再加上小乔极限的2技能加1技能，是2技能边缘吹到的。然后去看新的残留视野，他也不确定艾琳到底有没有在这儿回城，就看到了一点，尝试了一下，正面的话又是开起来了。两边的游走互换了一波闪现，刚刚可能是墨子的一个大闪控到。狼队今天一上来小节奏打得很主动和频繁啊。4分钟到了，那个路蓝 buff 要刷新了，要看狼队怎么选。他们可以选择去动龙，也可以选择继续进攻，选择了进攻蓝 buff， 想压制对面野河的发育速度，2技能已经滑到了。关羽先劝退，但是盾山这一背背到对面大司命，大司命大招再移，坐偏上小乔2技能再一锤，盾山倒了。然后侧面一个位置的话是达摩切到对面的一个小乔，把小乔给带走了。达摩配合那个路把小乔给击杀了，但这波狼队还是会更赚一些。狼队的进攻还是打得比较坚决啊，他不愿意去我平稳的拿一条龙，然后这个蓝 buff 就让给你纳克露露。没错，他选择了强势进攻，直接就开。盾山没有闪现这个消息，他们也是知道的。那对于小轩的纳克鲁来讲，就会变得非常的艰难。他现在跟队友的大司命之间的经济落后了小1000块，而且他的蓝 buff 也却一直在被控。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局面，纳克鲁将会非常难打。现在就看 DYG 如何去撑过这样一段时间了。DYG 应该是选择了让红 buff 让给艾琳，属于是保大了，先保证自己后期团战的输出核心，持续输出艾琳，她的发育不落下。纳克鲁那边再想办法。这条暴君的话 ，DYG 是拿到了。就看看这个暴君的 buff 在下一波的蓝区防守战当中能不能帮他们去打回来一些。你要看狼队的选择，要不要再持续的控这个蓝 buff？ 看婉婉的站位是想要的。这肯定是，当时龙都不拿，就要反这个蓝，那这个蓝 buff 肯定是要一直去反。而且知道第一时间达摩是不在的，因为刚传下去保下了那个外塔了。那就可以赶紧把这个蓝 buff 秒了，避免一波团战。但有点想打架的意思，小乔2技能吹到对面的一个盾山，然后侧面的话，达摩和沈梦溪也是卡住了对面的一个后排。正面的话，盾山的状态被压得有点低了，侧面关羽过来接着兵甲，回头1技能再劈到，又找到是对面的一个纳鲁把纳鲁带走了。但是后方那个位置的话，艾琳是击杀掉了对面的一手小乔，但是狼队还有一个持续的追击能力，敖影大招落地以后大闪，直接控到了对面那手艾琳，2连击破也拿到。这一波狼队打了1换4，受伤的又是子焕的小乔，但是他们这波赚的更多了，不仅蓝 buff 反到了，还几乎把 DYG 团灭掉了，红 buff 也能反。这首先也说到两边是一个进攻性很强、讲究前中期对抗的队伍，但你看这把6分半的一个时间，10个击杀已经产生了，打得很激烈啊。对，这也是 DYG 他没有选择去置换。他比如说去让纳克鲁不守这个蓝 buff， 让4个人去拖一下狼队，然后不开这波架，让纳克鲁去偷发育。他们不是这样的，他们不置换，就是选择正面打。你看纳克鲁这边选择了挂鸟之后，大招扑进去抢这个蓝，把自己所有的位移都交完了之后，被轻轻的关羽给逮住了。然后另外一次打的也是水深火热的，达摩进场之后是被墨子的大招控得牢牢的，吃到了急火，然后后续盾山本身就是个残血，也很难跑。刀仔在飞天。追击没有闪现的艾琳，艾琳也跑不掉。现在这种局面就是狼队他打一波赚一波了以后，他的这个经济是越打越高了。婉婉现在身上是黄盾加上魔女斗篷。DYG 这一波是选择了我们前面聊的，让纳克鲁去反边置换资源，让正面4个队友稍微拖一点时间，对，发育一下。前面选择了硬刚啊，他觉得拿那条暴君有点伤害加成，试一试。
但你会发现狼队他进野区他不是单纯要 buff， 我就是要趁着这波资源，利用我的强势性跟你打起来，让大司命这个英雄形成雪球之势。现在大司命已经是一个6100的全场最高经济。大司命现在有魔女，控完蓝 buff 再控红，然后纳克罗再去上路发育一波。达摩这个位置还不错。红的话，现在 DYG 已经看不了了，他们只能但是争关羽取先多偷线发育。大招推到纳克鲁兵甲，再一给回头，再给一下，感觉要单杀了，再顶一下，再一刀。纳克鲁这个位置，哇，回头再一刀进行单杀。没办法，你打野位跟对抗路同一个等级，那经济还没有对抗路的关羽高。刚刚你还交了一部分技能去清兵，跑肯定是跑不了的。关羽是全技能，对的。这样轻轻的一波单杀，又在中期这段时间给狼队把优势再扩大了一些。因为狼队现在已经意识到 DYG 不是5人都在野区防守了，他会就让青青半靠，然后看到纳克路确定在另外一条边路漏的话，那现在关羽单挑能打得过纳克路了，就没必要5个人全部去反那个红，就可以直接去截杀纳克路。对的，包括刚刚看到了婉婉整局的一个热点图，就能够感觉到现在狼队的这种入侵的节奏啊。是非常窒息的，就刚好是对面的蓝 buff 刷新，然后在对面的红 buff 刷新，然后再回去收一下自家野区，收一下兵线的资源。开奔狼想找一波机会，二闪飞到找到了小乔，直接秒掉了。这一波落空的开团，抓到了一个时间差，9分半的时间。那小乔的复活是差不多跟龙刷新10分钟龙刷新几乎重合。没错，看 DYG 能不能再利用接下来达摩的开团。以多打少打一波，不过刚进草就被敖影抽残了。想先护着艾琳把这个红给拿下来，保证他们10分钟有比较好的一个续航。落空这个奔狼的时间节点抓的也比较好，临近10分钟。大司命过来想拼一下，那纳可路是交了大招加惩击把这个龙，红 buff 拿下来，红 buff 拿下来，达摩走位丝血没死。不过由于这波。对面的打野是交城保了红之后的话，狼队就可以把这个暴君也拿下。DYG 现在还是要打迂回和拉扯，去拖一下核心位置的经济。关羽绕到了一个蓝区的草，一推到了盾山一倍，但是正面的话已经打起来了。又是小的达摩把小乔踢回来了，直接给秒掉了。但关羽这边也是把达摩顶到了人群当中，1换2的团战。但阻止了狼队进一步推进啊，保护了一下自家的中路一塔。只要这个中一塔在，他们的野区资源还是能守住一部分的，还能再往后拖一拖。不过这一波因为沈梦溪也阵亡了，这个中一塔应该是比较难守的，要放了。大司命过来卡位置了。现在敖影和大司命都是8000多的经济，甚至关羽也是一个8000多的经济。来回看下中路是关羽藏草开了先手，但是正面的达摩也开了个先手，开的是小乔。他是一个1闪，然后大招把小乔踹到了自家的那个1塔的位置。看到婉婉这一局的反野个数14个，反野经济就有1550了。这是我们说到的入侵率，在春季赛分别排在第1、第2的打野。7000多的经济差，这个经济差太多了，多到 DYG 现在出来接团就会输啊。因为他正面的那个爆发不足够，纳可露露现在的这个装备，哪怕他提前做了碎星锤啊，他打对面也是没有办法瞬间秒掉。纳可露其实是打一套爆发，如果能秒 C 最好，秒不了的话，他自己能拉出来再等第2套，是最理想的。其实他这把的定位就是进场收割，因为这个阵容是有前置伤害的，有沈梦溪，有艾琳，包括有达摩的开团。但问题就是狼队的经济太高了之后，容错率很充足。所以小乐的达摩，他现在选择的目标就是目前没有出到辉月的小乔，
只能杀小乔，其他人真的难杀。上路线过来，更有心田。接下来也是狼队之前容易出问题的环节，就是上高地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场比赛会对于狼队比较观察的一件事情。这局比赛是领先了1万经济，没错，先是卡了一波3线。中转下给压力，下路的高地应该能推。BYG 是战术性放弃了对手放暗影之镜的那条路的高地，没错，这样可以避免一波团战，继续拖一些发育时间。那狼队如果想进攻的话，又会担心后边20秒钟之后要刷新的暗影暴君，所以 DYG 就有充足的时间再吃一些经济，补一补发育。包括盾山的这个奔狼的话，是一直攥在手上的。就想要找到像刚刚中左的那种画面一样，看看能不能先打对面的一个到点。但是现在他肯定不会去开了，这条龙应该也是要给再缩在高地发育几波，只要没有暗影先锋压进高地，他们这个手挺长的，双 T 可以交远程消耗技能，尽可能把兵线清。但我觉得狼队这条龙拿完可以先打中路高地了，因为下路已经出现一个缺口了，可以供关羽上高地之后站在那个位置给到 DYG 后排压力，这样让狼队比较轻易的能把中高给压掉，一座一座的塔拔。他如果直接去拔上路高地的话，那关羽其实不太好进场给威胁。狼队是优先去理线，他们要保证自己的兵线是同道的一个情况。但是卡着每条线好像都是2波兵啊。对，有的是残边。对。存了比较多的兵线过来，就是为了先去打一下这个高地。但盾山钻塔修中路高地了，那狼队就转上路了，推塔推得很快。盾山在顶个大招，但高地还是掉了。目前的这2波上高地，狼队做的还是比较细致的。回去再收一波野区的资源，但同时啊 ，DYG 一直避战在做的事情就是等一些装备纳克鲁的破军出来了。3件输出装了，艾琳的话也4件套了。树欲柔香。狼队的上野都神装了，这个上野的出装好肉啊，感觉一人一个霸者。对。他们2个12个装备格子，出去2双鞋，10个装备格子里边全是防装。就是你只能看到狼队上野2个2维码在跑，就那个条形码在跑。就是团战一旦打起来，他们2个就封锁住艾琳的输出，让艾琳的输出打不过来。是的。斗魂，天地枷锁。东海玄水。这条龙说完，然后借着暗影之镜，甚至狼队的经济还有复活甲的优势的话，狼队应该要组织想要去打终结的。对，这波再不打终结 ，DYG 那边的经济快来到5万了。没错，关键位置的经济都差不多要饱和了。所以看一下接下来这波可能是要去打终结团，但是 DYG 也是有预判的，先把位置摸出来一些。生死交织。来看吧，这波暗影之镜，狼队是直接放到了中路。等一下暗影先锋过来。暗影先锋过来了以后，关羽和大司命是可以在2边形成夹击之势，给到 DYG 阵型压力的。在此之前，其实狼队最希望的是墨子跟小乔先接波 combo 打一套。暗影先过来，然后大司命拉扯一波骗一下，但盾山先钻塔。第一时间看一下侧面，艾琳打到大司命，大司命状态被打得很低啊。关羽这个时候进去被盾山给控了一下，然后进去后兵甲又给到了3个，开了一个反甲自己再拉出来。这边的话主要是为了送线进去，中下是2波兵线的，看出手了，一脚大招上墙，找到了道仔的一个位置，但道仔这个位置给拉开了，然后他开了一个大招选择往里飞，让队友去挤一下这个位置，进拿手2连击破侧面的小车一技能再给了一下，这个兵线进去了，不管玩完要去点水晶了，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拿到了第1小局比赛的胜利。第一把的优势出的很早，
而且优势掌握的也非常牢，最后他们终结比赛的方式也非常的稳健。这把确实从前中期的小节奏对抗上面来说的话，狼队他出的太频繁，且他是多点都在开节奏，就使得很早他们就已经入侵到了对面的一个蓝区，开始一个正方形的打野了。我们也是来听一下评论区的看法。好，我们也是恭喜到纯银狼队先赢了第一小局，今天不仅要胜利，也要高地，都打得很好，而且开局的对线我看到信的这个状态、手感都很不错，有一个漂亮的2闪，当时我们就觉得，哎，这状态完全在线啊。对，因为本身上知道阵容总体来讲的话，他想围着这个关羽直接去反这个上半图是不太好反的，但是下路的这波个人操作，包括对线的细节，让整个队伍狼队从下半图先撕开了一个口子，这样的话就让整个的下半图能动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司命不断的做一个正方形打野，就是对，不得不说，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，跟春季赛的第一局确实很像。对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这个墨子去打到盾山体系已经是第二小局了。现在大家好像都喜欢去做强自己一个对线，不像以前是怎样？以前是打到盾山，哎，我对线有可能会弱一点，拼到一个中后期的团战会稍微好包一点。现在好像大家的思维稍微有点变化了。对，我拿墨子直接跟你打对线。这场没那么明显，黑肉因为这场是低位选的，那个黑肉那一把是直接高位就拿了。其实能感觉得到，这一组对抗可能会在未来的 BP 博弈上也会能看到，对，因为效果很好。光今天出了这2把哈，是，那另外我们也看到青青今天的状态也很不错，选到这首关羽之后，甚至有个单杀的表现。对，因为他3楼卡的这首关羽让 DYG 非常头疼啊 ，DYG 这里又没拿圆坦，又没拿海月，那这个关羽在3楼出的这个价值就太大了。是的，杀手。因为他英雄池很深嘛，如果说你前面出的什么圆坦之类的，他3楼肯定就不是关羽了，他3楼直接出一个白起。对，大家也知道，青青喜欢用白起去打盾山体系的很多的。包括今天的这个 BP 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猜啊 ，DYG 到底可能会出什么？因为看到对面出这个大司命了，这边有没有可能阿古朵纠结了没有？最后落的2个人其实是上个赛季非常喜欢同步出的大陆和达摩啊。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这把还是下路崩的太快了，这个一定不在他们的预想范围之内。是。但下路出节奏出太快了，别人你还在下路对线呢，然后下塔都被掀了，然后别人这时候5人进一野区，确实给到压力太大了。这个包括这个经济曲线啊，非常的平滑。不给到任何机会，但是对纯银狼队来讲，只有1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，就是子焕。中间包括一次盾山也是这个奔狼过来要闪开，是用刚才解说的话说，就其他人杀不了，只能杀你了，捡一个脆的打了，是的。因为就算不过他就算死了，但是他技能全交了，你队友也能打收割。对的。入侵刷野术，哎呦，已经爆表了！我还是再跟大家强调，这个8维图呢是上个赛季最大值的80%，那已经比这个标准要多出去1节，所以才会是这样。因为这个赛季我们的第1周还没有进行完，等到下一周的时候，我们将会以本赛季首周的数据为标准来进行一个评判。当然能看得出来，包括朱老师说这个有故人之姿啊的这个大司命，确实对的，因为他是4楼出到一个大司命嘛，而且他开局也开得比较不错，他大司命直接帮中开，并且他是没有先出打野刀，他是一起清完中线之后去再反到一个小猪，这时候他到2级，他的这种来回跑图能力也变得更强。对，婉婉在野区的前期设计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，毕竟是能研究出来宝石流的男人。哎。看到本局的 iKOO MVP 给到了信的墨子，主要是下路的那一波关键2闪，而且当时是没有视野的，等于说带有一点小预判的。是，然后也是拿到了本赛季的第1个 MVP， 而右下角的这个标志当中，看了也更新了啊，新鲜出炉的。半年前2个队伍交手，我们对这个信的称呼是新人游走。哎，现在呢 ？FMVP 游走。现在你该如何称呼？包括开局，没有想到在下路打的效果这么好啊！这一次其实救下来了，但是信你看，他看到视野残留，有个残余，然后残留视野，反身超远距离，再引颈的拉开。然后就进入到了无限猖狂模式。
确实画面感是这样的。对的，就是这个蓝野区直接是住在里面了，大司命。小乐也是不断的想再去找机会反打，但是不得不说，狼队这里在这个时间点，大司命还有跟小鸟的这个作战能力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。是大司命太强了，这时候。这波机会也是二技能反身走开之后，达摩找机会抓掉了。